韩国邀请美国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进驻，这是打算震慑朝鲜，还是给平壤送人质？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韩国这新总统尹锡悦上任之后不久呢，也开始搞创新了。前一段时间说要增加萨德的部署，应对朝鲜呢越来越多的弹道导弹。虽然因为这个萨德的问题，中国、韩国曾经陷入过激烈的争吵，不过这次中国政府对尹锡悦这个要求呢，倒还没有做出什么激烈反应。估计呢，也是因为他刚刚就任的时候，对中国有一个180度的转变，从当选前表示对中国要强硬，变成了当选之后要怀念中韩建交，强调两国关系紧密。尹锡悦的态度应该是想在任期一开始，先给中韩关系定好调子。不希望中国认为韩国已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了。看上去呢，中国现在也不希望增加中韩之间的矛盾，我们自己不能一脚把韩国踢到对面去。不过尹锡悦最近一个举动呢，很耐人寻味。近日他派遣的一个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去美国，主要是谈一谈韩美元首会晤的相关事宜，以及美国加强在韩国的军事部署问题。而韩国这次就有个创新，就是直接要求美国在韩国本土部署战略轰炸机还有核潜艇，这样呢，美国就可以从韩国直接发起打击。但是我想这种事儿，除了中国、俄罗斯还有朝鲜会表示强烈的反对之外，恐怕美国自己都很难答应。首先我们要分析从韩国发起打击要打谁呀？从美军角度来看，如果要打朝鲜，那部署在日本甚至关岛都可以，根本就没有必要部署到韩国。要打中国、俄罗斯，那对不起，部署的基地就一定要远离中国，这样才算安全。除非是要打中国、俄罗斯内陆的重要目标。不过呢，要打这类重要目标的话，从日本发起攻击跟从韩国发起攻击，这点距离差距没什么意义。然后再看安全性。从韩国开火打中国和俄罗斯，且不说小小的韩国根本惹不起这么大的祸事，美军在日本都觉得不够安全，为什么要把轰炸机和潜艇凑到中国、俄罗斯的嘴边呢？甚至不用说中俄，就是朝鲜的各种远程火力什么弹道导弹远程火箭要打击部署美军轰炸机的机场，还有部署潜艇的海军基地都不难。本来朝鲜的武器库里边远程战略导弹并不富裕，都只能去打美国本土，要打美国关岛基地、夏威夷基地都舍不得。如果美军真把核潜艇还有战略轰炸机这么重要的战略资源放到朝鲜的眼皮底下，难道是为了照顾朝鲜大量的短程导弹，给朝鲜送一批人质吗？所以美国就算要部署，最多也是部署车载的远征火力基地，就是用卡车拉着跑的那些个导弹发射车，可以发射标准6防空导弹，还可以发射巡航导弹。这些车辆跟轰炸机跟潜艇比是既有威胁还能隐蔽。那么尹锡悦要求美国进行这样的部署，看上去好像很不合理，他的目的又何在呢？我觉得他这么做可能就是为了刻意的表一个态。毕竟美军在日本是部署了航母和潜艇的，所以日本在美国的战略链条里边比韩国有更高的地位。而韩国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告诉美国，韩国可以取代日本的位置，至少呢可以跟日本要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将来如果围绕日韩之间的岛屿主权纠纷，美国不至于对日本太偏心。另外，这个邀请也是告诉美国，虽然韩国不打算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是在军事合作上仍然还有上升空间，美国不要对韩国起疑心。那就是一方面要缓和中韩关系，改善日韩关系，一方面呢要增加自己的身价，去加强跟美军的战略合作。看来这位新总统尹锡悦也是想玩手持大棒说话和气的外交战略，只不过要看这个大棒美国肯不肯接。好，关于韩国邀请美国的核潜艇、战略轰炸机进驻，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